会儿还有他单打的比赛，所以他的表情比较对比较严肃，他还让自己不能从比赛状态出来。好，这就是大个的这个反手啊，还是很有特点的。对。但是相比较而言，如果3个选手的话，樊振东跟他打可能会好打一些。就发勾手，他的个子可能比萨姆索诺夫还要高。还特别瘦。是。回头反手，放高球。怎么不放短球呢？可以看出他的这种手感和能力啊，还是挺强的。对大哥。而且他得1分的，现场的观众会汇集起来，把掌声送给他们自己国家的这个球员。逆旋转发球。哇！他一开局这球进入状态很快。而且也是有意识的连续2板锁直线，这看来还是赛前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。空转，哎，他球很严谨，所以也比较全面。这个选手呢，就是说他短球、长球、正手、反手没有明显的漏洞，不像打双打那2个人，就是正手强、反手相对弱一些。对，反正这几个失分的都是在自己的反手位。哇，樊振东还是说比赛的时候第一局进入状态慢。匈牙利公开赛的时候呢，当时他跟瑞典选手克里斯蒂安·卡尔松还打出了一个神球，我们专门把它记录下来。你现在擦的是外边，对。看樊振东这一轮发球，如果发球能追2分的话，我觉得比赛能咬住。对。哇！小心！你别看他退台之后，他这板球其实能力是很强的转攻。感觉他也不是说完全说准备好，但是他这技能就会学。他是比较欧洲型的打法，你看退台很远。对。这板球，像中国一般没有这能力，我们都是用正手的能力会比较强，一般不会推那么远。可以看樊振东对他的这个战术上还是有点问题。对。还有一个擦边，这樊振东这局运气还不错，一个擦网，一个擦边。但整体上还显得重了一点，慢了一点。因为像这样的选手呢，个子比较高，中台能力比较强，那你就要有速度和落点，做准备。要打一些变化。对。又一个擦网，连续3个。对。再一个，他擦网擦边多呢，说明他的这个还没有完全进入状态，这球总是不太干净，总是蹭了一点。当然，正常来说是比较安全的打法。这球变化挺大。反正还需要调动。对。樊振东他捡球也是跑步，这个球其实偷得很漂亮的，他是晃着樊振东的。他这个球，你看他往下蹲，他也是感觉比较可惜。对。输球也很快，特选。哇，这次你看他老是摩擦的不够。对。他为什么？他运气好的话，他有可能会从网上弹过去；运气不好的时候会打滑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，樊振东你看第1局的时候还不够流畅，到后面呢会越来越流畅，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。哇！好球，多打几个这样的多回合，对樊振东比较有好处。慢慢的进入状态。对。对球啊，或者是对比赛场地的慢慢适应起来。这球好球。这球有点蹭啊。对。好多球，好几板球，俩人都在这儿。对。蹭来蹭去的，所以就是整个球还没有到最好的状态。好球，这个球出来可能会好很多。直接呢拧到了，或者冲手为大脚。这板球说明樊振东是事先准备好的。
所以他才能把身子让过来之后拧到对方的正手大脚。他等到了。对。好，小机会。哇！这板球的落点拉的不好。这板球拉到中间是死穴，因为人有时候这种防守的时候是往后这两边退的。如果拉到这边的话，这种这么这个高大身材的人，他手太长了，他想贴着身子的话是很难的。嗯。所以樊振东到现在为止抓中间还不明显。他也要拧。嗯。他这瘦可能就是因为他为了保证他的灵活。嗯。他还是显得比较慌，对手显得不是很自信。哇，你看这样的球，其实按理说的话啊，应该是放下来再放下来，掉一板反手，掉一板反手，对方又侧身反拉不了。像这板球，哎，如果加转，你看已经很低了，他还掉人正手，掉正手怕反拉，掉反手这一防回来撕直线和中间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配合。第一局的局点，皮基普斗。好的，好球。发现皮基普斗特别喜欢下蹲，是，他个子太高了，他不蹲下来没法了。这台子也不能给他升高。8比10。看小胖这轮发球能不能打两个漂亮的发球抢攻。哦，11比8，还是没有打到小胖比较擅长的这种战术。你看这回转，这球人拉的是直线，锁得非常好。他还是说前3板想控制，但是控制的不严谨。如果说这球不出台，还好，那就马上好了。对，对手一拉手再回来一戳，我们就可以进攻了。对，说明小胖的这个短球上啊，还是显得稍微粗了一点。但是他其实有这个能力，我相信第2局小胖就会好一些。樊振东也是刚刚拿到了乒超联赛的男子单打的 MVP， 跟马龙并列。皮基普德会不会在赌场创造历史呢？还是比较沉稳的感觉，皮基普德。对，他没有什么明显漏洞。对，所以大家看他跟小胖第1局这么打的话，他这球要赢张本的话，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冷门。他们俩就是打法差不多，都是没有什么明显的这种漏洞。但你说哪儿的杀伤力很强？也不明显，所以这对我们来说，如果说你要是上来进入状态不是很好的话，你很难去抓到他哪一个点，所以就要求你有很强的实力。来看第2局的比赛，发球节奏。其实小胖这球勾到他正手短，往后退一步。让他这个正手推出去，拉完之后形成攻防转换，会比较好。前3板纠结的太多了。你想想发球，直接的让对方吃2个发球。吃2个发球，这2个开局呢，这2分对小胖来说，心理上会有一个稳定的。好球，拉到身上了，打身上了。这就是刚才说的，他进攻的时候如果打中间，他这么大个是没法把手收回来防守的。刚才第1局的时候8比7就是一个半高，他拉人正手被打一回头。对，这就是说运动员要很快的去调整，每一板球都要去抠。如果7比8第1局落后，小胖上来0比5落后，追回来那板球拉中间的话8平可能就赢了。因为就一板球。但是他在第2局做出了调整。对，第2局做出了调整，但如果他要是在比赛前
抠的再细一点的话，那你一局对手都很难。对，我们也打了一个很好的开局啊，开始拉正手。嗯。逆旋转发球。嗯。掉一下反手。对。哎，这一下再，就是刚才我说的，他有一个球9比7那个球就是，这球非要拉人家正手，拉反手对方一防，这个是他主动失误的。主动这板球他不应该往后退，在近台再快撕一下。你看这板球掉反手，对，站近台，你看他往后退了，想发力，再快一下，因为对方个子这么高，他必须退下来才能打。嗯，这个时候要打他一个这个时间差。嗯，快，好，推出来了，哇，可以。他在近台的时候，还是要多到他中间。你看似他反手空当挺大，但是他个子高，他手长，手一伸就过来了。就跟我们看女子比赛王曼玉似的。对，他过身体的球非常好。短，直线，好，直线。从力量上来说呢，刘指导，我感觉这小胖不输皮基福德。啊，不输。小胖的实力还是在这儿放着。看他打球呢，正常来说还是感觉比较平稳。然后，那会儿的时候，啊，我们在这看小胖打球的时候，我说小胖打球什么是最好状态？你知道吗？就是说他球打得很无聊啊。所以说他赢的球都是一个模式，他一勾人一戳他一拉，他一拧对吧？一拉，他的模式都是一样，把10个球8个球赢法一样。就显得在场上很无聊的感觉，对方躲都没法躲了。对，你看，还有你一拉，一长子一块拉，拉完之后就两面进攻。他没有那么多变化，一会儿侧身了，一会儿戳长，一会儿摆短。哟，这个球呢，其实接发的是小胖没接好。啊，不是，他这是主动的。他这是主动的，因为他领先多了嘛，感觉他要拧拉了，他顺势故意晃了对手一个。你看，这球也是对手也是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他一个。对，其实这会儿打到往往到这个比分的时候，运动员会有一些走神儿。这是比分领先，他觉得这局应该问题不大，他有可能就会脑子里想第3局开局怎么打了。该预测未来了。对啊，因为怎么都是双方都是在试探的。你看刚才他那个捅长。是假的，他偷他也是偷一个假象，让你别往前靠得太厉害。对，你看有点有变化。好的，这会儿的时候，因为他领先了嘛，领先很多，小胖连续偷了2个长的，但是我估计下一局上来可能还是发短的，你就变回来。他就是真真假假，所以你在同一样看技术录像的时候，他比分不一样。他的心态也是有变化的，掉一个好，你看11比3，非常轻松。我感觉是不是小胖他也戴着个耳机，咱说的话都能听着啊。你看这样，这球掉下来就 OK 了，你不要强攻。你看掉下来之后，对方还是防守，你还是他就是说在第1局没进入状态的时候，他的脑子和手上和协调性，他没到他流畅的那个感觉。对。到后边的时候，就像输入电脑程序一样，非常迅速，就都是一个模式。对，你买什么电脑，让人对手感觉很无聊。我就说人家输给他都觉得没意思。对，你说你能不能换点别的这种花样？没有。对，讲话就是一勾，你100他100，你一捅他一弄，你一捅他一拧，到一过来拧不了100，又开始了。但是小胖感觉特别的无聊，可是李尚洙可能感觉非常难受。我每次给你打都输啊，每次给你打都输。因为他用一种模式，打又回这儿，打又回这儿了。他不像马龙、许昕这样，他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，就是他哪怕输，他输的稍微怎么说呢？能够输的多点变化。你让人这个球死的不一样。小胖这基本上都一样，就告诉你打不过我吧，我就会这个，你来吧。对。一招独步天下啊！第3局比赛，看对手这局可能要开始搏了，你看这开始搏了。对，你看这第2局到后边的时候，其实都是假的了，双方都在试探了。
因为他们要打开局，所以你开局质量如果不高的话，给对手搏杀的空间，特别是不要给他反手长的太多搏杀空间，会摆一下。挡在那儿，这是他的强项。你看，这2个球都是他强项。小胖一样摆短，摆到正手短就 OK 了。压住中间，所以这2个球都是到对手，你看反手比较舒服的位置上。尽管小胖的反手也是特长，但对手也是特长，人家是不怕你。我打得再细一点。对。这个球看对手上一局接的不好，这局会不会有一些变化？哇，直接抢了，发球不严密。发球不严密。所以在第2局打到后边的时候，他就要想到第3局开局是非常重要的2个球，要很严谨。这困难一定要准备好。对。你发个错拳，变一变。这我估计还是你选。还是你选。中间。危险。哦，这是一个机会。对。对手人家是一个机会，被人家剁住之后还是比较难受了。但这个球其实是回过去是一个反旋转。很多人看不出来，因为他是夹转剁住的。看这2个接发球，小三角，压中间好球，中间再压回反手，好球，再回反手，拉的反手要小心。放高球，拉住中间，拉住，你看，哇，就是他所有人退下来之后，反手都是弱点，但是他退下来之后，反手是强项。你看了，他中间正手他是给你兜半高，到反手你发上力了，他也发上力了，而且是在退台的情况下。对，让我感觉仿佛看到了奥恰呀。奥恰反手这种防守进攻没有他强，主动进攻比他强，而且他正好这一下能发上力了。对，胳膊长嘛。所以还是要憋住中间。你看，这就是打的这几个球不聪明。还是摆到中间，因为他个子高，他中间他根本不让位，手腕一掉，你就再过来一点，过他的右肩以后，让他用正手。而这几个球，刘指导感觉呢，皮切福德倒是把人家的速度优势发挥出来。是因为他最特长的就是这边嘛。对。他正手无位失误不多，但是没有威胁。他的威胁就在反手这半台上，但小胖打的太保守了，太保守了。看这个球，还是逆旋转发球。好球！线上的球迷都是为中国队加油。樊振东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打出他那种流畅的攻防转换，都是他在进攻，对方在防守，好像还没有。接发没接好，皮切福德。你看这球还是对，这球他就这个长记性了。如果你看这反手有个大空当，你一拉，咵嚓又一下，对，就往中间正手，没有绝对把握。你看，看似这个反手空当，他故意让给你，他不拉，你看他慢镜头很明显，他是重心往反手倒的。对，他最后不得不带着自己的正手位，对，退台的情况下，这球出台了，其实可以直接拉，可以用正手拉了。还是要打得有耐心。这会儿因为小胖前面几个摆短，对手拧起来了，所以他现在想主动拧起来。要看这个接发。对。要不就干脆搏杀捅长反手拉也行。他给中间了。对，这个球其实对手是一个机会球，是他比较擅长的一推反手发力的。反手发力。樊振东还落后2分。发球严密一点的话，这2个发球还是错机会。对，你看还是正手。对，你看还是往正手，对吧？看似他东倒西歪的，也不给他反手。不能给了，不能给了，不能给。所以中国运动员就这点上非常强，执行力，就是他一下之后马上就能提醒他。用自我的这种调节能力，所以逼得皮切福德叫暂停了。对，我现在人家樊振东不给我打反手了。你看他这个慢镜头，这儿碰一下机会，拉正手，在一房间，看似他这有空当，你看正手这么近他挨不着球，
对。但你到反手撇的角度再大，他回手就一下。这两个球都是在对方的正手位得分。看来这个周利福德他正手位短球接发球还是不够严密，偏弱。这个时候并不是说从精神上你调动。我看有人说让我喝口水了，确实是渴了。还有朋友说了啊，说今天小马哥怎么不说那句话了呢？啊，下载中国体育直播 TV 有比赛看更流畅啊。昨天说那么多啊，说就为了给有机会亲自来请教刘指导，我把话都留到昨天了啊。好球，因为这个球就是说我刚才不是说嘛，他正手接发球，说明他接的不好。对，他叫完暂停之后，肯定反手过来搏杀了。这球小胖是等着他的，他其实搏的质量很好。对，那小胖是故意给他空间了，正手等他一下，是为了下一轮。我们猜下一轮再发的话，他还敢不敢偷了？他可能要考虑一下，对，犹豫一下。所以这轮呢，樊振东接发球，要不就摆开，要不拧起来。哇，发球发得好。这球他发完之后，樊振东一拧，第一局的时候他也有一个这样的侧身反拉，这说明他发到反手的时候，樊振东拧的时候他会提前侧的，看似他反手好，但他有时候他也会算球的，要不他这么大个不可能这么快。他继续发到，还是摆到他正手端，你看还是摆的，全是在中线这个位置。对，你要摆这儿，要不摆到小三角，还有一个直接捅他。因为这么大个儿，他捅的速度快，他一拉你侧身反拉搏第二板，第一板进攻不了，可以进攻第二板。对，这就是场上的经验，他的变化不够，他就会在第一板上强攻对手。那小胖也是对，直接看看这个对手会不会再过来搏杀，我估计可能性不大了。你看又用正手接了，还是中间又给这个不好。哦，这很强，质量高啊，这个是硬扛了。就是说这可能是小胖的脾气。对，他的这个特点。对，俩人反手都强，但小胖站位比他近，啊，站位还是比他近。对，他还是要惯性推台。7比8，这个要小心对手会不会过来搏。发球要严密。这小马哥也挺专业，知道发球不严密了。是要这个的啊，要算到对手的。刘指导第一次夸我啊，运气不错。这防守里边对带着擦网了。看这两个球，估计还是发他的反手短，转不转？到正手短了，摆这个位置，中间，太着急了。咱们这球打的更合理一点。对。他有点耐心，他反手你看似是个强，如果说过到中间的时候，他真正发力不多。慢镜头可以看出来，他只有过身体外边，才能发上力。这小胖还是要有点耐心。小三角，漂亮！对，多几板进攻就好了。这次他还是发小三角。往正手拉，9平，关键球了。小胖可以变一变发球。我估计他变的可能性不大。是吗？还是你先整。你看啊，这就是小胖，他还是逆旋转，还是发在正手。更好打一些。这球打得很枯燥，他自己情绪调动不起来。不，他因为什么？他不是喜欢变化的人，他球要打得很枯燥，就在一个点上，他根据别人的变化，他再去变。像马龙这球有可能会偷人反手长，他不，他可能还是勾在这儿，还是这么还是这儿。完你短他短，你反手他反手发力，有了。好的，又拼下来了一分。对，你看他这球就是你好猜。对，你肯定这么打。
士气呢，肯定对小胖来讲有非常好的提升。他这些运气也不错，好几个关键球最后都带着吊起来。好，大家在关注我们比赛直播的同时，积极发送弹幕和刘国梁指导进行互动。但是别忘了下载中国体育直播 TV 的手机 APP。这样的话，您呢送出688的礼物，让刘指导看到这么亲切的一个688的礼物。另外，您还可以自动的附赠乒乓球的会员1个月，可以畅享，比如刘指导今天转播这场比赛的视频回放，您还可以继续的去学习，去分析。然后呢，通过这场比赛总结问题，明天给刘指导继续的留言啊。对，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平台，和大家一起看球，其实挺有意思的。对，我就是我们自己看球，旁边坐的马龙、季和小胖他们也好，坐在这儿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我们也是这么交流。也是这么交流，太荣幸了。也是这么交流。这个球好，那个球不好，抓他，他哪儿错了，第一时间就开始交流了。你们感觉就像唠嗑一样。对。这局我估计小胖可能心就静一点了。对，你看，你看小胖还是勾人正手段，所以他打球很枯燥。当对手感觉很枯燥的时候，那是非常痛苦。哇，因为让你他用一种模式让你死，对，你的选择都没有花样。还是你这发球一直在用，还是正手段。哎呀。这就蹭网出界。对，因为这个球推过来的时候，中间是有点下沉的。这球呢，他又是慢镜头，如果有的话，他又是强拉人家正手。对，第一局时候就说过，吊反手嘛，对方一防，攻防转换嘛，大分小分，大分你领先，在你的掌控之中，吊一下，你看就像这球一样，吊一下反手，你让他这种搏杀。对，而且现在他心态比分上，你心就定了。对，知道没必要无意失误，不该丢的我们。尽量一般都不丢。对，好球！这刚才说的这个捅长，对，是不是？对，他马上就。他上一局差在哪儿？老摆在中间短，他摆不到这么多小三角的话，你看刚才捅长，这是一个捅长，还有一个那一局里边，就是9比3的时候还是8比2的时候，第二局当时对你说他这球没接好，我说他是有意的。这两个捅长就说明。下次再碰到他的时候，一般时候不用，关键时刻一捅一个。对方呢，明显是在自己反手位呢，还是对，这也是个运气，他主要是一个差网球改变了球的轨迹。这个球他打不丢，刘指导还是比较稳的，这个球你这是让他打丢，就跟现在让你叫错小胖的名字一样。你说一会儿，我听听你说的怎么样？好。这个球呢是小胖先侧圈。对。结果这球发的有点长，对方也等到了，然后直接用反手锁一个直线，他打了小胖一个正手位的空当。在刘指导面前，我没有任何压力，而且感觉特别亲切。你提前预测一下，这球小胖怎么接？小胖会反手拧拉，他可能会发他有可能会发短球。听你的了。这球对手还是有意识的，你看，看似是短球，其实发的非常长，你看，对，非常长，顶住他了。有了，先疼了。你看小胖如果说摆完这个短球，让对手用正手推挑下来，这是最好的球。对，他这个站位他是不舒服的。你看他们侧身不协调，但他反手发力是比较协调的。小胖还是会用逆旋转发球，不正手短，是吗？对，不一定吧？你看不一定吧？是发反手了，他有变，对方变。对，一般不变，但是他变的时候也是说他感觉会有效果。这个又回来了，这个又回来了。哇，这就是说一擦网，其实他这个长球投的非常好，但是一擦网呢暴露了他的战术目的。他下一个对方他就不敢发了。其实他可以说
反思维再去打一点这个对手措手不及的球。还是那选手。我之前只见过一次，他跟李尚洙比赛的时候，就一直发逆旋转发球。平手，要小心。拉到中间，哇，小三角，好的，哇塞！他们这种反手拉，我们都感觉很虚。你看这么大过身体的，他还能拉过来。对，这个球也是有点可惜，对皮基福德来讲。对，这球有点偏中间的，你看过在他身体这块，如果再过来5公分，他就能拉上了。正手短，好球！你看，这刚才我们说捅长吗？捅长，因为他是有意无意的试探了2个，效果非常好。这就是他4比6落后了，关键球捅出去了。捅完之后，他往后一退，如果再摆正手短，让他用正手一推，小胖一撕直线，又是一个套路。对。你看，过于发力。对，这个球没必要再回一下嘛。对方对方这板不挑，你再回一下，他还在挑，他不回你再回一下，他始终会回到你这块儿之后再去进攻。对，这就是说，如果再高一点的话，就会再多想一步，把别人再多一板，这个有点勉强了。一看，对，本身他也不是特别主动。还是正手，没拉这个直线。人家现在也不去推他了，知道他这球等的比较好，就加转剁他一下。但他回这个球老是出台，你看剁住了之后，他回全出台了。还有一个直接捅，就是人家剁住之后快捅长，对方一起侧身反拉，这也是换侧旋。对。你看，好，回到这个位置上，让他正手去挑。但这个选手他也是一样，如果他水平要是再高一点的话，我也不挑，我也回你，逼着你过来，你知道谁进攻谁这会儿反而被动。现在发球要变，中间，对方。7比8，我们还落后1分。皮基福德这个球落点要再变，有可能会发个长的。我估计他站这儿不敢发长的，哇，真发个长的。看来他站正手位偷长的还经常偷。但是他这2个球是属于打的比较低级的。2个机会球是吧？很快就输掉，因为他8比5领先，对中国队选手来说是很难形成的局面。这会儿说给小胖喘息的机会了，小胖还是要提高成功率。吊反手，哎呀，这球可惜了一些。对，这板球是非常没难度的球。他有点蹭网，这球流的。他接的时候有点蹭网。那这种球是相对我们来说是最简单的一个球，因为你不是进攻嘛，你不是要得分，他就是说用高吊球去处理。会不会换回来？还是侧旋？还是摆在这儿。好球！感觉接发球还是有点怵。小胖。这就是刚才小胖第1局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种接发球。对，其实对手呢处理球无谓失误也很多，对，不合理的东西也很多，就是我们怎么抓住对手，你知道吗？下一盘的小胖这球可以摆正手短，也可以捅反手长，要不就反手强拧下来也可以。好的，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。对，就是正手短是最安全的，捅反手长是最冒险的，但这2个可能都是最奏效的。奏效。对，如果最不好的就是摆到中间，人家反手擦一拧，形成相持。好，我们看我们的网友们啊，到了关键分了，先来看一看皮基福德。有了，
有了，11比9，又是关键分，还是能取胜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送出688的礼物啊，让刘国梁指导看到您的声音啊，听到您的声音，看到您的礼物，省得自动获赠乒乓球会员，下载中国体育直播 TV 的 APP 手机客户端，来赢取刘国梁指导亲笔签名球拍啊，非常的珍贵。华盛顿最终是3比1战胜了皮切福德，战胜大个儿。这样的话，在大比分上，刘指导中国队就是2比0领先。接下来是3单的对决了。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说，送刘爸爸礼物的时候，就是说我们成为了会员了啊，我们怎么还有什么样的福利吗？小马哥一直帮我争取，刘指导也帮我们在争取，有什么福利啊？后来我得到了一个消息，就是未来我们比赛会有乒乓球比赛的门票啊，我说这个福利比较大啊，是我也可以抽一张，然后去现场看一看。我在想的是，我是不是在现场的那种感觉，跟在这种我们在手机屏幕前的感觉，就是到底。